传统金融学的核心逻辑，两条递进的逻辑路线。第一个，他是理性人，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我们就可以通过理性人的博弈达到一个市场均衡，对不对？第二，如果有非理性，那么可以通过无套利实现均衡。无套利实现均衡是什么意思呢？理性人会把非理性人怎么样干掉，我们会利用这种非理性，然后把这些人的钱全部赢掉，非理性就没有了，非理性人会亏掉钱，所以理性人通过把非理性人打败的手段是套利，我等下会讲套利，然后使得这个市场重建均衡。因此它是个递进关系，如果人是理性的，市场就均衡了；如果有不理性，那理性人可以把它干掉，市场也会均衡。所以这个的结果就是均衡。这个均衡是什么概念？这个均衡在金融里面叫有效市场。什么叫有效市场？简单的说就是价格等于价值，因为人都是理性的嘛，所以它价格总是等于价值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传统理论最基本的逻辑框架线条。我们如果把这个线条拿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了，你要把它更复杂一点，就要把它具体理论化，是吧？所以说理性人他如果他的行为是理性的，他是怎么行为的？那如果人人都这么行为，市场就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均衡？那现实世界是不是这样均衡的？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传统金融里面3个核心的理论。我简要的给大家带领大家回顾一下，帮助大家记住它。很简单，只要我们记住3个希腊字母，这3个理论就全部掌握了。那你知道这3个希腊字母了，基本上金融里的问题你大概8、9不离10，大概能够搞清楚他在讲什么。3个希腊字母，第一个叫 sigma， 这个叫 sigma， 第二个叫 beta， 第三个叫 alpha。 这3个希腊字母我用它来指代3个核心的传统金融的理论，大家掌握它以后你就知道它讲什么。那么 sigma 是什么东西呢？ sigma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标准差，或者叫波动率。我们金融里一般叫波动率，统计里面叫标准差。所以大家做企业管理的人可能很知道，质量管理理论里面有一个叫6 sigma 理论。6 sigma 理论就是6个标准差之外的，这概率非常小，就是你的次频率很低。那么我们现在讲的 sigma 就是波动率，就指风险，因为风险就是不确定，不确定就是波动，标准差就代表波动。那么它背后是讲什么东西呢？这个 sigma 指代的核心概念就是投资组合，它对应的是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叫 portfolio， 我们一般把它简称 P， 所以这个 sigma P 就是组合以后它会降低风险。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组合，一般情况下会降低风险。所以我把大家的投资学里面都学过这个东西，我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说它降低风险？因为大家想，如果我把2个资产做一个组合的话，它的收益，投资组合的收益叫做 RP， 这叫预期收益 ERP， 是等于 W1 乘以 R1 加上 W2 乘以 R2。 你看这个是股票1，这个是股票2，2个收益加权。那标准差如果是标准差，这个叫标准差，标准差就是风险，风险它也应该是2个风险加权。如果他们2个是完全正相关，就相关系数等于1。我就不给大家搞多了希腊字母了，现在大家被希腊字母搞得脑袋晕是吧？那么相关系数一般我们也是用另外一个希腊字母叫 ρ 来表示。你如果是完全正相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2个东西是同向完全一样的波动。所以如果完全正相关的话，你看就是这2个东西就像一个股票一样波动。那么这样的话，你看收益等于加权平均，这就是加权嘛，加权平均。风险也等于加权平均。好，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2个资产如果完全正相关的话，它降低风险了吗？它没有。为什么？收益加权平均，风险加权平均，你不就是一样的吗？收益折中，风险也折中了嘛，没有降低风险，对不对？但是如果2个资产不是完全正相关，非完全正相关，那马上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就是这样。简单的说就是这样。那你看这个是加权平均值，现在如果不是完全正相关的话，那么这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就会比这个风险要小，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降低了风险。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概念，叫投资组合理论。什么意思？就是只要2个资产不是完全正相关的，通过它们组合以后，你就会达到一个效果，叫降低风险。降低风险就是投资组合的风险比加权平均值要小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如果两个资产是负相关的，那这个降低风险的效果就特别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雪中送炭比较好呢？锦上添花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交朋友要交雪中送炭的朋友，雪中送炭的朋友就是给我们收获最大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不好的时候他来帮我，这个时候他的表现跟我的现实状况是负相关的。那么大多数人比较容易做的是锦上添花，锦上添花的价值不大，就是他对我的价值不大，就是他没有什么增加值，他没有 add value added 没有。为什么？锦上添花，我好的时候他来了没用，我不好的时候他来对我才是有用的。所以叫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是吧？这个投资组合也是一样，我们讲经典例子说，你在海滩边上卖雨伞，下雨的时候你才卖得掉，是吧？晴天的时候你应该卖冰淇淋，可是晴天的时候能卖冰淇淋，下雨的时候你又卖不掉冰淇淋。你发现不管是卖雨伞还是卖冰淇淋，你的风险都很大。所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一边卖雨伞一边卖冰淇淋，这就叫投资组合。那么你会发现晴天的时候冰淇淋的生意很好，雨伞卖不掉，下雨天的时候雨伞卖得很好，冰淇淋卖不掉。那么总之你总有一项生意是好的，你每天的收益就被平滑了。被平滑的意思就是你的风险就降低了。好，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做投资一样，很多人说哎呀，老师告诉我要分散投资，于是我就分散投资了，我买了10个股票，结果一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有没有用？这效果就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太高度正相关了，太高度正相关了。如果它完全正相关的话，那就是降低不了风险，高度正相关降低风险效果也不好。同样的道理，你买房地产的股票，你全买的房地产的股票，招宝万金买了一堆，是吧？没用。如果有人说老师讲的分散投资，于是我就买了 P2P， 买了20个 P2P， 最后你发现全军覆没， P2P 不行了。这个道理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你买的不能都是高度正相关的，你最好是买一些负相关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叫投资组合。那我们记住它就是用 sigma 来表示。有同学说了，下雨打伞吃冰激凌很配，这是会生活的人。 OK， 浪漫主义投资思维。好，所以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说，哎，这个理论它跟我们原来讲的我讲的那个理性人有什么关系呢？这是1952年的那个理论叫投资组合，这个人叫 Markowitz， 诺奖得主。 Markowitz 他发表了这个理论以后，他其实是一个什么逻辑呢？为什么我说这就是理性人？他说人如果都是理性的，那么他们都应该充分分散投资，所以就按他这个理论来的。所以这就是理性人的行为模式。他用统计方法证明人类如果都是理性的，那么都应该按照他这个充分分散的模式来行为。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1964年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叫夏普发表了这个理论，叫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叫 CAPM。 我刚才就讲的第二个希腊字母叫贝塔，是吧？贝塔它衡量的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所有人都按照马克维兹这个行为去分散的话，那么市场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均衡状态？也就是均衡是什么样子？夏普他用他的论文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按马克维兹那个模式去行为的话，市场最后会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叫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核心就是一个公式，这公式是这样的，就是任何资产的收益都是等于无风险的收益加上一个贝塔乘以市场的收益减去无风险收益。好，大家看到公式可能觉得压力有点大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压力就不大了，很简单。他说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分散投资的话，你最后会达到一个结论，说一些风险都分散掉了，所以我们就把风险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叫系统风险，一部分叫非系统风险。那么系统风险对所有资产都产生影响，请问能不能把它分散掉？系统风险是无法进行有效分散的，只有非系统风险就可以分散掉。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分散投资的话，非系统风险就没有了。也就是说，
承担非系统风险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不承担。所以非系统风险能够充分的分散掉，非系统风险被分散掉以后，就不会给你提供回报。所以有人说风险越高收益越大，我就买一个快破产的公司，我就等着它反转，行不行？你买的那个快破产的公司，那是非系统风险，你很有可能跟着它一起破产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非系统风险理论上讲它是不提供回报的。当然你说我就是赌一把，那是另当别论，赌一把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但是如果我们经常赌一把的话，那你最后结果肯定是失败。所以金融一定要把赌博的思维把它拿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好，非系统风险是不提供回报的，只有系统风险才给你回报，这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给我们的含义，这个就叫系统风险。所以一个资产的回报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叫无风险收益，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国债收益，譬如说一般是 4% 左右，长期看4到5，后面这一部分叫风险溢价，这一部分叫风险溢价。风险溢价是等于贝塔乘以平均的风险溢价，你看这个叫市场收益减去无风险，这叫市场风险溢价。市场风险溢价乘以你的风险，你的风险是什么风险呢？是系统风险。所以他讲的是系统风险越大，你的收益就越高，这个叫做均衡。所以夏普证明了，如果每个人都理性，都按照马克维兹的方式去行为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市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市场变成一个均衡状态，这个均衡就是收益和风险正相关，所以你要承担系统风险才能有回报。当然了，实际上这个系统风险也是相对的。打个比方，如果你所有的资产都投资于中国股票市场，那么中国市场的风险对你来讲就是系统风险。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跨国公司的话，那你的投资在中国、美国、欧洲、拉美、非洲5大洲你都有，6大洲你都有，是吧？那这样的话你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你会发现全世界的风险才是系统风险，一个国家的风险不是系统风险，对你来说。所以这个系统风险是相对的。但是我们现在暂时我们就把一个国家内部理解成一个系统，那么这个国家的风险就是系统风险。例如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对美国投资者来说是系统风险。 OK，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理论，叫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它是这个贝塔，这是这个我们讲系统风险的概念。所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呢，就是这么一个叫做证券市场线，这条线大家看，这条线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公式。那任何资产的收益都是跟它的贝塔正相关的，在这个公式里面就是这个贝塔就是系统风险，风险越高收益越大，就是系统风险越大收益就越高，所以是贝塔越大这个预期收益就越高。好，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均衡。也就是说均衡它是这么一种状态，就是我任何一个资产它的收益都是跟它的贝塔相关的。注意，这个收益指的是未来的收益。那么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夏普他研究了一种均衡状态，那么请问市场真的是均衡状态吗？如果市场每一个点都在这条线上，那说明市场都是均衡的，对吧？那如果市场有一个点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个点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这个贝塔，它这么大的贝塔，按照道理讲它的收益应该在这里，是吧？现在实际它的收益在这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资产的收益，这个资产可以看成是个股票，说明这个股票的收益怎么样？高于它的均衡收益。股票收益高于它的均衡收益是什么意思呢？说明这个股票被低估了。为什么？越是低估的资产收益越高，因为你的收益理论上来讲的话是可以这样计算的，你的收益是等于未来的基本面，就是叫做未来的价格，未来价格就是由它的价值决定的，长远看就是它的基本面价值，你就 fundamental value 叫 FV 除以它今天的价格。所以如果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是恒定的，就假定它的基本面不变的话，那么它收益和价格什么关系？价格越高收益就越低，价格越低收益就越高，是不是？所以你今天买的资产价格越便宜，你未来的收益是不是就越高？这就是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
所以买资产要买便宜的，要买低估的资产，越便宜未来回报率越高。好，如果一个资产未来回报率越高，是因为它今天便宜，对不对？所以我们叫低估了。反之，如果一个资产在这里这么大的风险，它的收益应该这么高，现在它的收益值这么高，说明这个资产怎么样？高估了。一个高估的资产，它的收益率就会很低。好，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世界上会不会有高估和低估的情况呢？还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都会放在这条线上呢？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把均衡算出来了，对吧？你看，第一个 sigma 是下，马克维兹告诉我们人的行为应该分散。第二个是夏普告诉我们计算一个均衡出来，计算出均衡，均衡就是这条线。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就要问，市场是均衡的吗？那么市场真的是均衡的吗？我们用一个指标来计算，叫做阿尔法。阿尔法是什么东西呢？阿尔法我们叫做超额收益。好，我现在要问，市场真的是均衡的吗？就可以这么算。大家看，那刚才讲的这个资产的收益是等于无风险收益加上一个贝塔乘以市场的收益减去无风险收益，这个叫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不对？大家看我做一个小小的变动，如果我在这里加上一个阿尔法的话，大家说这个阿尔法应该等于几？如果市场是均衡的，如果市场是均衡的，这个阿尔法是不是应该等于0？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嘛。现在我人为加进去了，它等于0就等于不存在嘛。所以我现在只要发现统计上，所以我讲的是统计上，你把数字找出来，统计上你如果发现一些资产的收益显著的不等于0，我们叫做统计上如果显著异于0，就显著的不等于0，就说明这个市场怎么样，就不是均衡的，这能理解吗？如果我们发现显著阿尔法显著不等于0，某一类股票显著不等于0的话，就说明这一类股票它不处在那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那条线上，对不对？不处在那条线上，说明它要么高估了，要么低估了嘛，所以它收益率会不同于均衡收益。这个阿尔法，所以我们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超额收益。好，结论是这样，假如市场是有效的，价格应该等于价值，所有的资产都在均衡的那条线上，这个阿尔法超额收益就应该等于0。如果阿尔法显著不等于0，说明那个市场均衡吗？ No， 就不均衡，所以阿尔法叫超额收益。所以大家如果买基金的话，你就知道基金经理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阿尔法，就是超额收益，他就是想获取超额收益。所以我们衡量一个基金经理干得好不好，最核心的是看他的超额收益，而不是看他的收益本身。有人说我的收益多少多少，那你就问他，请问你的贝塔是多少？就你的系统风险是多少？如果你的系统风险很高的话，那理论上讲，你通过承担风险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但那个收益是你应该有的，不叫超额收益。只有当你承担的风险小，你的收益高，这个时候你才叫超额收益。好，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传统理论最核心的思想就这3个理论讲完了，3个希腊字母。所以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我们就知道他们在干嘛。你看，第一，研究理性人的行为是吧？分散投资组合嘛。第二个，如果市场计算出一个市场都按那样行为，我们计算出一个均衡。第三个，阿尔法应该等于0，阿尔法应该等于0，应该等于0，说明是什么？叫有效市场。这个有效市场就是没有超额收益。这个有效市场理论是它核心结论，我们把它展开一下。我第一个部分要问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到底是不是有效市场呢？那么什么叫有效市场？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如果所有的股票都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那条线上，所以我说如果所有市场所有的资产都在那条叫证券市场线上面，它就怎么样？就是有效市场。或者我们认为阿尔法总是等于0，那么这里面就可以引申出很多含义，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打败市场。什么叫不能打败市场呢？
就没有超额收益，任何人都不能获得超额收益。或者说我们总是讲价格等于价值，这都叫有效市场，所有这些都叫有效市场，这是有效市场的不同定义。当然你也可以按照有效市场的原始定义，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法玛1970年提出来的。他说什么叫有效市场呢？就是价格反映了所有的信息，价格反映所有信息不就等于价值吗？因为你所有的信息都会影响价值，所以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信息，它就等于价值。价格等于价值，与任何人都不能打败市场，超额收益等于零，所有资产都在证券市场线或者在资本上第二模型上，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叫有效市场。所以这些话讲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他们讲的都是一回事。 OK， 好，这个理论叫有效市场理论，原始定义是这样定义的，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定义都是一样的，价格永远等于价值，永远都没有超额收益。所以我们在有效市场理论当中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你看，第一，价格是无法预测的，为什么？因为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的信息嘛，新的信息还没到嘛，新的信息叫 news， 新的还没有嘛，如果有了的话就反映到价格里去了，如果还没有那你也不知道嘛，请问你怎么预测？所以有效市场理论告诉我们说，对明天的价格的最好的预测，这个表示预期预测，对明天的价格 T+1 最好的预测就是今天的价格。也就是如果你要预测明天的话，怎么预测？假如今天是3000点，请问明天多少点？最靠谱的预测就是3000点。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是有效市场，你如果认为明天是3500点的话，那对不起，那你今天就会死命的买嘛，买了直到它涨到3500点为止嘛，你怎么可能让它明天到3500点呢？所以这个有效市场理论很有意思。你看，如果这个市场是无法预测的，直接有一个行业就被他宣判了死刑，对不对？这个行业就叫股票分析师。你股票分析师就是靠预测吃饭的嘛。现在你告诉他，其实任何人都无法预测，对于明天的价格最好的预测就是今天的价格，所以你是预测不了明天的价格的，对吧？这是有效市场吧。第二，任何人都无法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是阿尔法，或者我们讲任何人都无法打败市场，哪怕你是巴菲特，这就叫有效市场。好，这个传统理论大家看到没有？它就是从理性人那个假设条件下一条一条推出来的，推出来最后结果就是说价格总是等于价值。